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阿段。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南梦宫公司为何加入索尼阵容，并成为索尼最早的游戏开发伙伴，为 PlayStation 的发行扛起了大旗。而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索尼如何利用 3D 技术吸引第三方游戏厂商的故事。在得到南梦宫公司的支持后，对于索尼公司来说只是一个开始，而索尼必须得到更多游戏厂商的鼎力支持，他们才能在游戏市场取得主导地位。索尼第一次拜访卡普空公司是在1993年5月28日，最初的回应很冷淡。卡普空公司把难题抛回给索尼：如果你们第一年卖不到100万台，我们就不感兴趣。而且如果索尼自己不开发高质量的游戏软件，整个项目也是徒劳无功。主机价格必须控制在2万日元以下。我们对消费电子公司没有太多信心，因为做决策实在太慢了。然而在第二次会议中，当卡普空公司看完索尼的 3D 演示视频后，反应截然不同。这个效果太惊人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能把价格控制在5万日元以下。我们原本以为 3D 图形游戏机是无法实现的，但现在我们真的非常震撼。无论是纹理渲染还是视频中移动的恐龙图像都极为出色。我们会考虑的为 PlayStation 开发游戏。同样，在5月28日的初次会议上，史克威尔公司的反应显得更为谨慎。我们不确定索尼在这个业务上有多大的投入，即使硬件再好，如果价格过高也难以畅销。再先进的技术如果不符合用户的需求，也未必成功。在原则上，我们愿意考虑参与 PlayStation 项目，但在我们进一步了解技术规格之前，我们无法做出任何的承诺。在7月21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史克威尔公司看完演示视频后，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PSX 的性能太出色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从技术角度来看，它相当卓越。不过，在索尼明确其全球市场推广战略之前，我们仍然无法决定是否参与 PSX 项目。同样的，在6月24日，索尼与科乐美的首次会议上，科乐美董事总经理北上和美对待 PSX 项目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你们的提案中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选择 CD-ROM 作为游戏媒介，以及这种选择如何能支持新游戏的开发。如果 PlayStation 的性能与 MD 和 PCE 差不多，我们宁愿等到任天堂研磨直赌存储器价格下降再做选择。你们提到游戏的图像质量有所提升，但家用电视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的。后来索尼方面在8月23日在青山办公室向科乐美的北上和美展示了 PlayStation 的 3D 演示视频，并且由久多良木健在现场口头解释技术细节。北上对这次展示的反应非常惊讶，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不敢相信，如果这些图像真的在移动，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即使是昂贵的街机游戏，也无法实现这样的实时动作。你们是如何在家用游戏主机上做到这一点呢？你们索尼方面是使用了什么特殊设备吗？真的可以把这种技术应用于家用游戏主机上吗？在 PlayStation 出现之前，家用游戏机中的图形表现依赖一种名为精灵的技术。精灵是计算机图形学中的一种2维位图像，被广泛应用于早期的2D 游戏中。它们代表了游戏中可移动的对象，如角色、敌人或道具，独立于背景显示并进行移动。精灵技术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硬件直接处理这些图像，允许它们与背景分离，使得多个对象可以同时在屏幕上移动。与此不同的是， PlayStation 的演示视频展示了多个 3D 角色，这些角色不仅能够自由地在3维空间中移动，还能够与环境产生互动。要实现这种 3D 效果， PlayStation 主机必须具备非常强大的硬件性能。机器必须能够在60分之1秒 0.0167 秒内实时更新图像，还需要具备瞬时响应玩家手柄控制器输入的能力。也就是说，玩家的操作如按键或控制摇杆必须立刻反馈到屏幕上显示的游戏画面中。这不仅要求图像能够实时生成，还需要一个能够控制输入和图像合成的机制，保证操作和显示之间没有延迟。而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例如图形处理器、中央处理器等，需要执行大量的图像处理计算。在当时的基础条件下，要依靠单个 CPU 来完成所有这些复杂的实时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高端的商业图形工作站，也需要除了 CPU 之外的大量专用硬件来处理图像。除了 CPU， 还需要专用的 3D 处理器 DSP。正是因为 PlayStation 的硬件能够在家用游戏机实现如此复杂的计算，因此科乐美的北上和美对其技术感到了非常震惊。北上和美当时表示，如果没有强大的定制化集成电路 IC 作为基础，是不可能产生这种 3D 图像的。显然，索尼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PlayStation 的硬件如此强大，甚至让我们一时都难以构想出具体的软件开发创意。我想，随着我们科乐美方面熟悉使用它，灵感会慢慢出现的。如果你们能把硬件售价控制在3万日元以下，可能就能主导整个游戏市场。久佐良木健当时的想法是 ，PlayStation 的图像处理能力远超当时的通用设备。当时梅普斯科技的 R3000 通用 Race 芯片每秒能够执行30 MAPS， 换个说法，也就是每秒执行100万条指令。即便是使用10个这种芯片，处理能力也只有300 MAPS。为了实现逼真的 3D 图形效果，特别是基于纹理影射的自然效果，再加上与街机游戏相当的 2D 精灵绘制技术以及实时解码动态图像功能，久佐良木健觉得 PlayStation 的硬件需要具备800 MAPS 的 DSP 计算能力。在会议上，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北上和美立刻洞察到了 PlayStation 在技术上的巨大优势，所以科乐美方面将和索尼展开合作。至于为什么索尼要采用 CD-ROM 光盘作为 PlayStation 的媒介，主要是利用 CD-ROM 来吸引更多的软件开发商为其开发游戏。相比任天堂使用的研磨指读存储器 ，CD-ROM 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和更灵活的使用方式，这让软件开发者能够在游戏中存储更多的数据。在超级任天堂等使用研磨指读存储器的平台上，游戏数据在生产时就已经被固定在芯片上，制作和修改的成本较高，并且存储容量有限。而 CD-ROM 则不同，它可以存储大量数据，制作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且软件开发者可以更自由地在 CD-ROM 上分发大规模的游戏和多媒体内容。之所以索尼会选择 CD-ROM 的原因，在于它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他们相信 CD-ROM 可以吸引软件开发商参与到 PlayStation 项目中。很多游戏开发商当时经常问索尼一句话：我们听说你们选择 CD-ROM 作为媒介，但这不意味着读取速度会很慢，导致游戏运行过程中加载时间变长。这些游戏开发商所提出的质疑担忧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其他游戏机如世嘉的 MD 和 NEC 上的 PCE 已经有基于 CD-ROM 的游戏，但这些游戏普遍存在读取速度慢的问题，导致游戏加载时间长，操作不流畅。当时的游戏行业普遍认为 CD-ROM 并不适合用于电子游戏。然而久佐良木健非常喜欢游戏开发商提出的这种质疑，因为解释 PlayStation 如何利用 CD-ROM 可以充分展示其技术优势。久佐良木健经常向软件开发商这样解释道：的确 CD-ROM 读取速度慢是其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但这种批评不适用于 PlayStation。例如松下的 3DO 游戏机是一种回放型机器，因此光盘的读取时间直接影响游戏软件性能。即使是2倍速的光驱，数据传输速度也只有每秒300 KB， 这导致游戏加载时间长，运行速度慢，影响用户体验。而 PlayStation 是一个图像生成系统，而不是数据回放系统。数据从 CD 中读取后，图像生成引擎就会以全速工作，快速生成并合成一个接一个的图像，这与其他游戏机完全不同。在当时，索尼在 PlayStation 上的 CD-ROM 使用方式是非常革命性的。由于 PlayStation 采用了实时生成的 3D 图形技术，这使得它在数据处理上更加高效，与其他 CD-ROM 的游戏主机平台不同。PlayStation 生成 3D 图像所需的数据量相对较少，因为 PlayStation 并不依赖大量预先存储的图形数据，而是通过计算实时生成画面。例如南梦宫的第一款 PlayStation 游戏《山脊赛车》的数据量为2 MB， 这意味着山脊赛车只使用了 0.3% 的 CD 容量。PlayStation 一旦读取了游戏的核心程序， CD-ROM 的其他空间就空余了。对于山脊赛车来说，开发者有大量的剩余存储容量，这使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做更多的事情。南梦宫的开发者把这些剩余空间用于存储音乐数据，他们甚至在游戏加载时加入了一个迷你小游戏，避免了玩家在等待时感到无聊。
后来，一些玩家发现，在游戏数据加载完成后，他们可以将 PlayStation 中的游戏 CD 换成音乐 CD， 但游戏仍然可以继续运行。这使得一些玩家开始享受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游戏。例如，当时的很多玩家喜欢边玩山脊赛车边听流行音乐。久佐良木健在最初提出将计算机图形与 CD-ROM 结合的设想时，他其实早就预见到了这些情况的发生，而这还不是他为吸引软件开发者和玩家用户所准备的唯一功能。CD-ROM 只是他打开市场的一个贯通方式。对于 PlayStation 来说，久佐良木健还有更多的想法。得到大多数游戏厂商的支持后，下一步久佐良木健会做出什么抉择？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将留到下期 PlayStation 发展史继续讲述。关于更多的主机游戏发展历程，大家可以去我的频道首页收看。从久佐良木健传奇的个人工程师故事，再到 PlayStation 诞生历史，还有制作了快1年的生化危机专题系列，大家如果喜欢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主机游戏发展历程，不妨在 YouTube 订阅阿段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